人家是网红就把它放在一起吧？你现在走的路不是89以前走过的路吗？馆长是89吗？89造谣、断章取义、抹黑、抹红，请问馆长哪一个做了？资深媒体人呢，合理怀疑你是不是因为大罢免大失败，或者帮民进党救场，所以你在缴你的投名状，把馆长给击坠。帮馆长讲话就是中国网红，这个不是青鸟的论调。什么是青鸟论调 ？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民进党这次怎么垮的？那边有曹新成，有89，你现在走的路不是89以前走过的路吗？你们换位了。哇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太过分了。馆长是89吗？89造谣、断章取义、抹黑、抹红、制造假的资讯差、乱剪辑，请问馆长哪一个做了？馆长有造谣吗？抹红人吗？馆长去追杀陆配吗？不是人家是网红就把它放在一起吧？你自己也开频道想要做网红，然后你去看不起现在在做网红的人，这什么逻辑呀？这样抹会不会太恶心了一点啊？太过头了吧？你现在的做法你才像89吧？做资深媒体人不用去查证资讯，不用去做实际调查，不用去做调研，我开口我觉得是就是，我觉得你就是89，他这没有理啊，他哪有得理不饶人？他是无理乱取，那到底心里面是多么的奇怪的想法？你是不是觉得馆长红所以你嫉妒啊？你不能因为你讲投名状讲错，你死不认错，现在疯狂硬凹吧？我真的觉得闻到一股浓浓的嫉妒味耶！30年的资历不应该下出这种结论跟这种评论，那一定是有某一个非理性的因素让他30年的资历变成吃空饷。民进党怎么垮的？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命运交给像曹新成这类的人物，就很惨呐。况且我这边直言，我们很多两岸记者在我下面留言，或者我们两岸记者，我们所谓新闻人，叫我不要跟你辩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个大老粗，你就是个大草包。这人身攻击会不会太过分了一点啊？直接骂人家大老粗、大草包，你凭什么啊？他就是看不起馆长没读书嘛。是他最夸张的，他还说馆长没有文化。今天是黄光芹把事情弄成这个样子，他讲白了就是他自命清高，他觉得他学历很高很屌，你们这一些人没资格评论政治。他从前面就一直散发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，我是读书人，你们这些大老粗、大草包凭什么有这么多流量？你凭什么去影响民众党、国民党的两岸政策？为什么大家被你绑架？这话是能这样说的吗？你每个政党不是老百姓一票一票投出来的吗？你要嘛你让老百姓知道你要做什么，老百姓来跟从你，要嘛你就是接受老百姓的选择。做政党不就无非这两种，要么带领百姓，要么被百姓带领。你对馆长满满的不屑，然后又夹杂的嫉妒，怎么会有这种知识分子的傲慢跟新闻人的狂妄是增加呢？这很伤人心呢。我从来对馆长就满满的敬意，虽然我之前跟他吵架，我们是在意见上不同流，可是有个事情是我对馆长的敬意是什么？今天馆长拼搏到现在，他靠的不是学历啊，他靠的是他充分的发挥了他自己的积极性，调动了他一切可以调动的能量跟资源，他自己打拼出来的。学历决定的是下限，但上限多高要视你个人的努力还有你的天资天赋能不能充分发挥。怎么在2025年的今天还有人用学历论成败呢？就哪怕馆长嘴上说他不在意，他难道心里不会难过吗？这件事情本来就是黄光芹错，难道是馆长错吗？假中立叫什么？各打50大板。哎呀，馆长这里也不对啦，哎呀，光芹这里不对啊，馆长这里也有对的，那里也有对的。和稀泥，你要和稀泥去学吴峥好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历史哥这样已经无敌了，他绝对不会失败。讲那种屁话，去民进党当官比较快。首战即终战，你有这个语言吗？如果解放军那么容易解决台湾，那你要把全台湾人变成中国人，你讲的就是武统嘛。我不要钱的，我就说你要在网络上追杀我，你讲把我列为第1号的，说是我拿了民进党的钱，我是民进党卧底。我黄光芹在业界混了30几年，我从做20几岁的时候，我1毛都不拿，我一届不取的。你要打我这个，非但打不到，你还像照镜子一样照到过去你的馆长，你拿了多少民进党的钱？你访问没有拿钱吗？天哪，各位同学啊，这里有点过头了。馆长访问不拿钱吗？光前者立马上过馆长的访问，馆长访问还有车马费可以拿3000块啊。馆长没拿民进党的钱，这是他公开宣称的，民党也从来不敢拿这个修理馆长啊。馆长讲过很多次，民党要怎么给他钱的，包含高嘉瑜的前男友那个暴力狂，怎么展示股票怎样玩的。馆长访问人家还给人家钱呢，这直接戴这帽子对吗？直接把没有发生的事情直接造谣到馆长身上对吗？
吗？完全没有客观事实在支撑啊！就说你就是有拿民进党的钱，馆长要拿钱早被民进党修理到死掉了，好不好？馆长那么笨吗？今天要不是为了大局，我跟你辩论，或者我在脸书上发100篇文章，我刀刀见骨，打得你个屁滚尿流。我有这个功力，你没有那个实力。现在是包围在你旁边是什么？统促党、中国人，还类似统派媒体已经被吸收的网红，不是吗？像人家不能写文章好了，你算是会写文章，我知道，你这不就跟你老公用的方式一模一样吗？又是统促党，帮他讲话的通通都是被中国吸收的网红，是不是？黄光芹给证据啊，黄光芹讲你没有任何证据啊，你凭什么抹红人啊？你沈博阳哦，还是你八炯抓20几万，中国人抓哪里去啦？说钟明轩被对岸吸收，钟明轩拿了对岸的钱什么的，证据呢？你讲了老半天说馆长是八炯，结果你自己才是八炯啊！帮馆长讲话就是中国网红，直接地图炮这个不是青鸟的论调。什么是青鸟论调？你跟着民进党一起造谣抹红，扣人家红帽子，太夸张了啦！资深媒体人的屁，30年之力你只会给人家戴红帽子，真的太可恶了。照你的逻辑啦，我也可以合理怀疑你是不是因为大罢免大失败，或者帮民进党救场，所以你在缴你的投名状，把馆长给击罪，还是大罢免大失败，所以其实你急了，只是你是隐性的。大家来干，你是多数还是我是多数？台湾人的命运跟2028的大选有直接相关，不要为了你个人的争议，跟你个人的财务危机，你把台湾的命运夸大自己，利用政治舞台在这边塞狼。如果你只是一个纯粹的商人，你可以现在影响所谓的你的网路族，你可以来网攻我，你可以影响民众党的路线，甚至想跨距影响国民党的生死。所以更矛盾了。他说馆长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，然后又把馆长骂得狗血喷头，这什么概念？以我一个专业 YouTuber， 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个就是蹭流量来的，这个就是想引流的标准话术。你没那么大影响力，但是我是要骂你，所以我骂你不是为了你的影响力，不是为了你的流量，我骂你是因为我是因为叉理由，但这些理由呢，都不是我个人的理由，都是为了大家好，为了台湾棒。我在谈的事情其实是我们两个个人的恩怨啊，个人恩怨怎么笨到这种地步啊？个人恩怨一路用你的网络的庞大的影响力，在那边侮辱人、追杀人，台湾全部的世界就是馆长的网络直播啊！一下说我拿钱，一下说我下流，我黄光芹不口出恶言了。我今天唯一定位你就是个大草包，你会令蓝白合破局，未来可能成就的大局，你会毁一旦。因为你过去的馆长接受现在的馆长的言论吗？如果是过去的馆长，不痛骂现在的馆长吗？首先，为什么是个人恩怨？黑龙号。第二个，馆粉跑来骂他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你先去骂馆长的呢。第三个，馆长让蓝白合破局，可以让蓝白合破局的是谁？馆长是民众党干部吗？馆长是国民党干部吗？馆长是国民党主席、民众党主席，还是前总统？还是馆长是郭台铭？那如果蓝白合因为馆长而组不起来，干蓝白就废物啊！把责任丢到一个商人身上，丢到一个网红身上，是馆长在从政，馆长在当总统，还是蓝白在从政？蓝白已经痛到知道说不能再分裂了，所以现在表现得非常的好，对不对？馆长是最想要蓝白合的那一个，不要骗了，不要利用你现在网络庞大的影响力骗台湾，想要试图影响台湾。说穿了，你就是要做生意嘛。上次去了中国，躲到车子面，因为你不是面临我的挑战，台湾人民的挑战，你也会面临中国小粉红，甚至中国公民的挑战。他质疑你是哪国人，你是哪里人，吓到躲回车上，才说我是中华民国国民。你后来为什么改变你的口径？因为无法交差嘛。啊？你先去旅游，无法交差。你去中国大陆做直播，你没有特许是什么？不要骗了。中国大陆网络，它没有 Google， 它也没有 YT， 它让你一个台湾首屈一指的网红，最大号的网红，到中国去开直播啊！这真不能忍了，又来了，这太夸张了哦！这件事如果老子没有回应的话，林北改姓黄。黄光芹，我扎扎实实的告诉你，馆长要去中国大陆的整个流程，我很清楚，因为我在里面帮了一些忙，完全胡说八道。馆长最先要去的时候，他担心说他手机不给力，推流推不上去，所以他就到处去问人家技术。后来说来，是不是有2-3个 SIM 卡可以去推，就是4G 包。然后他问我说你如果要去大陆的话，你要简单一点，你如果一只单人机的话会比较方便，然后你就开国际漫游。但是呢，我介绍网红给你，他在当地帮你引导，你会比较方便。这事情我全部都在网络上直播都讲过了，大家都看过了，完全在鬼扯。因为上海曾经发生过很严重的踩踏事件，所以对于人群聚集这个事情，他们是有一定程度的限制的。私人物业必须要打招呼，公共场所要申请，尤其是一些场馆，那个跑的人叫做王骁啦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也不查证，资深媒体人从头到尾都在鬼扯淡，从头到尾讲的都是民事三立，都是绿媒那一套，抹红人抹红到这种东西也太恶心了吧？这自己想象自己对耶。